大家好呀，我是花散里。因为最近川普的骚操作，所以又有人提起了丘吉尔在一二战之间的一些设想。为什么他会认为对于整个人类史而言，美国不合适的参加一战是有负面影响的？确实值得玩味，所以这成了本月会员视频的选题。另外，由于账号切换的原因，上一个月油管上的会员视频不能正常更新，本期在油管将作为公开视频作为补偿。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超过2000万人的生命，最后美国的参战对于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经过接近3年的激烈厮杀，交战的双方都已是强弩之末，美国的100万生力军的投入迅速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但是这一决定对于全球政治格局、思想潮流以及此后100年世界的面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持了近100年的相对和平，期间不再发生过去那种长期的全面性的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英国的制海权以及光荣孤立政策，使其能够在欧洲列强之间扮演仲裁者的角色。然而英国在20世纪初改变了政策，加入了法俄协约，放弃了孤立立场，选择站队，从而使得一场全欧洲范围的大战几乎不可避免。不过虽然这个认识已经几乎是历史共识了，却并不完整，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有另一支正在崛起的强大力量，那就是美国。当大英帝国正式参战之后，他就无法再扮演中立调停者的角色了，而这一角色恰恰就落到了美国身上。当欧洲的英法俄协约与德奥意3国同盟泾渭分明时，美国的战略位置便如同楚汉相争时的韩信。韩信在击败了赵魏，占据了齐地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除了楚汉之外的第3股有实力问鼎天下的势力。此时他若支持刘邦，那么刘邦便可以称帝；他若倒向项羽，项羽则可以称霸；他若保持中立，则天下或许会提前400年进入3国鼎立的局面。在那个历史节点上，如果韩信选择保持中立，并且以调停者的身份介入楚汉之争，战争或许就能够迅速平息，因为继续的战争无疑是两败俱伤，最终只会让韩信坐收渔翁之利。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本身就是丘吉尔的假设，严格的说不属于严肃的历史讨论之列。回到一战时期的美国，看刚刚的假设，各位也应该知道丘吉尔认为美国当初真正的正确选择是什么了吧？当时美国并非是一支能够预防战争的力量，但却是一个能够加速战争终结的力量。在1914年，欧洲的各个军事强国尚未将美国视为重要的参与者，普遍都认为他只是个局外人。然而当战争拖至1917年，交战的双方已经伤痕累累，疲惫不堪，此时美国的介入才显得至关重要。那么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如果美国在1917年没有参战，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其实不只是二战之后，丘吉尔在1936年8月就已经公开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认为美国如果当年没有介入战争，协约国可能会在1917年春季就与德国议和，如此一来，意大利不会诞生法西斯主义，俄国不会崩溃，苏维埃不会掌权，德国更不会在凡尔赛合约的羞辱之下产生纳粹主义。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不参战，20世纪的诸多极端人道主义灾难所伴生的思潮，或许根本不会在欧洲大陆上发展起来。议会民主制度不会被抛弃，如果能在1917年初就促成和平，光英国就能少牺牲100万人以上。听起来这似乎是事后诸葛亮，毕竟我们都已经知道历史的后续发展了。但是丘吉尔也不是最早有这个认识的人，早在1917年美国刚刚决定参战时，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就向美国当局写信，委婉地表明了他认为美国的参战会使得战争的结局从和解变成协约国的绝对胜利，这不利于长期的和平。而丘吉尔在1936年再说出这种话，也是有当时的必要性。因为1936年正值纳粹崛起之时，希特勒在1935年撕毁了凡尔赛合约，重启了义务兵役制。1936年3月，他更是悍然进驻了凡尔赛合约划定的莱茵南非军事区。欧洲再次被战争阴云所笼罩，彼时尚未成为首相的丘吉尔也必须帮助人们反思因果。究竟是谁将希特勒这个危险角色送上了历史舞台？那自然就是纳粹的迅速崛起。而纳粹的崛起则来自于德国人对于凡尔赛合约所带来的屈辱的深深仇恨，而凡尔赛合约的严苛条款则是协约国对于德国在战争中所受到的苦难的报复。因此丘吉尔推测，如果战争在1917年初就结束的话，双方的仇恨尚未累积至无法调和的地步，也许就能阻止这条复仇锁链的继续延伸。如果在1917年初就停战，俄国不会崩溃得如此彻底，
那么其历史大势很可能到2月革命阶段，布尔什维克不太有机会上台。那么20世纪前半段给欧洲带来混乱的2大思潮或许根本都不会诞生，甚至几十年后我们的世界也许也会少很多灾难。然而正是美国的参战使得1917年春季的和谈机会彻底破灭。丘吉尔的这番见解听起来或许过于理想化了，但是其逻辑基础却是颇有说服力的。历史往往表明，只有当交战的双方力量接近，并且都意识到彻底的胜利遥不可及时，妥协才可能出现。而一旦一方确信可以羞辱性的战胜对方，而且可以彻底清算自己的痛苦与仇恨的话，妥协便不再可能。而美国的参战正是当时让协约国确信胜利触手可及的关键因素。丘吉尔所提到的1917年初的和平机会，实际上是与俄国的2月革命息息相关。当时沙皇尼古拉2世在3月16日退位，作为协约国集团的重要支柱之一，俄国的政局发生了巨变，使得原本僵持的战局出现了变数。这一时期正是交战双方最有可能展开和平接触的时期。然而美国在4月就宣布了参战，这立刻填补了俄国的空缺，为协约国提供了一个比俄国更为强大、更为稳定的盟友。正因为如此，协约国阵营对于谈判的兴趣大幅下降，错失了一次可能终结战争的契机。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我是如何评价丘吉尔的这一观点的呢？在我看来，丘吉尔的设想极具想象力，但是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逻辑。假设历史的时候，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真实心态，而不是仅仅从事后总结的角度来推导可能性。丘吉尔的分析虽然富有洞见，但是忽略了德国当局对于局势的判断。在当时英美的和平主义者看来，俄国革命的爆发意味着战争双方可能寻求和解，但是对于德皇威廉2世而言，这恰恰是他赢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在他的视角之下，协约国的3大支柱之一的俄国率先崩溃，这是战局出现了重大倾斜。根据德国统帅部的战略计算，如果继续施加压力，英国或许会步上俄国的后尘，而法国则难以独立支撑战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德国决定在这一时期加大了军事行动的力度，包括实施第3轮无限制潜艇战，试图封锁英国，希望迫使其经济体系崩溃。德国的战略目标是在6个月之内让英国陷入无法持续作战的境地，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德国根本不会真心接受任何的和平谈判，除非外部有极其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妥协。那么美国是否有能力对德国施加如此强大的压力，使其不得不坐上谈判桌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极低。首先，从德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主张调停的情况下，美国的战时动员速度并不足以构成及时的威胁。美国在4月份对德宣战时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全国陆军总数不超过10万人。直到5月中旬，国会才勉强通过了兵役法案，开始大规模征兵。如果美国没有明确参战态度的话，这一步可能都通不过。所以当时德国评估，美国的军队要真正形成战斗力，并且投入到欧洲战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德国的战略设想是，在此之前，英国已经因为潜艇封锁战而崩溃了，届时美国参战也无济于事。其次，从美国内部的政治现实来看，1917年的美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经济体了，但是其领导层和民众都尚未做好成为世界仲裁者的心理准备。要扮演全球调停者的角色，美国需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但是当时的安全环境并没有促使其建立这样的军力。美国南北无强敌，东西两侧隔着浩瀚的海洋，安全环境得天独厚，孤立主义情绪根深蒂固。任何美国总统如果在和平时期大幅扩军，都会面临选民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当时欧洲列强看来，美国虽然经济强大，但是军事实力有限，更像是一个手持小刀的巨人，虽然值得重视，但是不足以令人畏惧。只有当这位巨人真正披上盔甲，手持利剑时，他才真正具备了国际影响力。然而在民主制度之下，除非美国武力介入战争，民众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否则政府难以推动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在战争本身已经爆发，自己被卷入了其中之后，才有可能发展出足够强大的武力，然后才能发挥仲裁者的作用。都到这一步了，美国的选择当然不会是调停，而是直接参战。二战后的美国确实成为了全球性的仲裁者，这不仅源于领导人的战略觉悟，也依赖于其冠绝全球的经济实力和随时可以动用的强大常备武力。
然而1917年的美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丘吉尔在1936年的设想是基于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反推1917年的可能性，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假设并不成立。丘吉尔的核心理论在于，美国如果在1917年选择置身事外，反而可能促成早期和平，避免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这种观点无疑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实验，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它的实现可能性极低。即使历史真的重新来过一次，我想德国在俄国崩溃之后还是会选择继续施压，而不会主动寻求和谈。美国即使采取了调停立场，也难以对德国构成足够的威慑力，促使其接受妥协。仗打了3年，同盟国的领袖还是一个在内政外交上都试图否定近代文明发展成果，试图靠镇压他人来巩固自身权力的疯狂世袭独裁者。这时其实只有同盟国羞辱性的战胜协约国，或者协约国羞辱性的战胜同盟国2种可能。真实的历史对于人类而言，其实已经选择了更好的结果。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以及 Hype 积分和硬币哦。我们下期再见。